后来现在时间是10:37，后来审判长预知以下为公开播送，并加以转译，请检察官就被告柯文哲、沈庆金、张志成、应小薇、吴顺明的部分为论告，后来就涉及贪污治罪条例的部分为论告。好，蒋官请。好，今天好像很多人感冒哈，大家都辛苦了哈。检察官以下就开始论告啊。本案检察官从去年的12月26号提起公诉哈，今天终于来到最后的辩论程序哈。那被告涉嫌的犯罪事实，经过法院将近1年的审理哈，其实已经非常的清楚哈。那所有的证据都会在今天的辩论程序完整的呈现哈。那检察官会在投影片上将证据提示给法院，并且注明卷证的出处，让法庭上的各位都能够看到，检察官对于被告贪污的指控都是有凭有据，都是本于客观事实进行论证。那金华城案，我们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明，就是沈庆金为了使金华城以不想要提出回馈的方式取得最多的容积率，所以用尽各种的方法，想出各种的方案要去影响北市府的行政决定，但是发现一切都没有效果，公务员都不接受，最后沈庆金找上了要选举的柯文哲市长，才终于达成目标。那金华城的容积率从560到672，柯文哲市长一放手，金华城就获得100亿的不法利益。本案原本应该是一件被告涉嫌贪污的法律案件，但是因为柯文哲是政治人物，所以社会大众没有办法只以法律的角度去看待，包括柯文哲市长本人也常常以某某政党不会永远执政作为辩解，企图将法律案件绑上政治。但是我们相信法院绝对能够不受政治语言的干扰，依法判断，这是法官的专业。那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暂时跳脱自己对于政治人物的喜好，就单纯用检验一位市长的角度去看待本案的被告。那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有一位市长对财团做了相同的事情，不管他是哪一个县市的市长，如果有一位具有公权力的市长对财团做了相同的事情，然后被发现在账册上与财团有上千万的金钱往来，那大家会如何去评价？那么本案的被告就应该受到相同的评价，不能因为被告是柯文哲就特别的礼遇，清清白白不能只是廉价的口号，要跟卷内的证据吻合。所以不管是哪一党执政，都不会改变犯罪事实应该要怎么认定，那就怎么认定。我们检察官对于在庭的任何一位被告都没有个人的好恶，相信3位法官也是。司法官虽然也是选民，但是没有党派。那我们公诉检察官的工作就是依照卷内的证据去进行论证，那同时也一定要听听看被告有没有提出什么合理的辩解。我们都很希望柯文哲市长其实并没有向财团收钱，那我们也希望柯文哲市长能够对于这个工作部记账的内容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因为这个是起诉书认定柯文哲涉犯贪污罪很重要的证据。但是经过1年的审理的时间，柯文哲市长无论是对于工作部上所记载的金流，或是对于自己亲自下过的指示，那只要遇到关键问题都还是用不知道或是不清楚来带过。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相信侦查检察官所收集到的证据，也就是柯文哲市长确实有护航金华城，并且依照账册，柯文哲有向沈庆金收钱的犯罪事实，必须依法去追诉。那任何政治人物护航财团的利益，然后在账册上多了一笔财团给的钱，都必须依法追诉。那柯文哲市长也没有特权。那本次检察官的论告会分为3个区块，在今天上午第一个区块会就图利罪的部分进行论告，那在下午的时候会就收贿罪的部分进行论告，那最后在明天上午会就这个应小薇议员涉嫌贪污的部分进行论告。那以下我们就开始进入图利罪的论告。
各位法官好，以下检察官将针对柯文哲跟沈庆金涉犯图利罪的部分进行事实跟法律论告。其实辩护人在整个审判中有提到一本书，就是乔治·欧威尔的《动物农庄》。这本书其实最有名的是以下这段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在都市计划案当中，金华城的西部计划案其实就是一个比其他都市计划案更平等的案件。检察官的论告会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我们会先简单的说明一下金华城案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们会依照军院在前几天的预知，分成总论跟各论的部分来分析这个案件。总论的部分，我们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检察官认为本案的西部计划是违背法令的，我们认为它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违反了都更条例，违反了平等原则。而在各论的部分，我们会再从本案的事发过程开始重新的梳理，到底为什么检察官认为沈庆金、柯文哲他们有行为不法以及主观不法。我们先来看一下金华城案的背景。本案土地也就是 A 土地，它跟 B 土地本来都是唐荣铁工厂的旧址。至于西北部的 C 土地，它是多人所有的土地。在民国76年的时候，沈庆金先生他标到了 AB 土地，当时这一块土地他们都是工业区。民国80年都市计划将这个工业区变更为是第3种商业区，并且把 C 地纳入，同时呢要求要捐地 30% 作为市政府所有，并且采大街扩的整体开发。重点来了，还有一句话说不损及已经申请执照的楼地板面积120,284平方公尺。民国86年的时候完成捐地，并且把 B 地移给了市政府。民国87年，金华城公司取得了 A 地，开始建造金华城购物中心，并且在90年的时候核发了使用执照，当时的容积率换算下来是 678.91%。105年，监察院调查报告认为说，本案土地应该要回归到土管条例的第3种商业区，所以呢，认为应该要把本案的土地容积率认定为是 560%。所以在107年都市计划就依照监察院的意见，认为本案的土地容积率是 560%。但是他同时删除了80年都市计划当中允建楼地板面积120,284平方公尺的保障。金华城不服，对于这个删除提出了行政救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107年诉字1206号判决认定这个120,284平方公尺它是一个一次性的保障，原因在于说在80年都市计划当中，因为金华城在都市计划公告以前就已经先获得了工业大楼的建筑执照，为了要让金华城在80年都市计划公告以后还可以取得跟公告前相同楼地板面积所特别给予的保障，但是金华城已经依照这个保障而建造了金华城购物中心，所以纵使把它120,284删除，也没有违反信贷保护原则。关于这份判决，检察官想请各位法官留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判决的时间是109年的7月16号。第二件事情，在本案的西部计划通过之后，金华城就撤回了这个行政诉讼的上诉了。第三件事情，在这个行政诉讼当中，金华城的起诉声明是恢复楼地板面积120,284平方公尺，并且他加注了一句话，换算容积率是 678.91%。在110年的监察院的纠正案当中，他的见解也跟行政法院是相同的。他认为说，这个120,284的保障只是针对未来拆除重建时候对于开发行为规模的期待利益，并不受到法律上面的保障。辩护人会援引张景生先生的说法，认为说120,284并不是一次性的保障，但检察官必须要去说明的是张景生先生他并没有实际的参与过80年跟107年都市计划当中的审议过程，并且他所提的他也承认是个人见解，而且这个个人见解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见解是不一样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法律见解，但是法令的最终解释权不是被告，不是政府，不是律师，不是检察官，也不是学者。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能够去解释法令的机关，在本案当中就是法院。而法院有没有表示见解？法院有表示见解。北高行在109年7月16号判决以后，本案的所有参与者都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法院认为120,284是一次性的保障。所以如果借由其他的补救措施，让金华城去逾越了法定的容积率 560% 的时候，让它实质上面回复到120,284是违背法院判决意旨的，换言之，也就是违背法令。107年都市计划通过之后，沈庆金先生开始了他的陈情之路。
在107年5月的时候，沈庆京他交了一个陈情书给柯文哲市长。柯市长收到了这份陈情书之后，他批了一个手写的文件给当时的副市长林清荣。他说：“未经小审给我一份陈情书，我问他为什么不依次提出？现在560已经通过了，又要变成678。你研究看看，我是看不懂，请军院留意一下这个手写文件哦。这个手写文件第一件事情，它证明了柯文哲市长确实曾经向沈庆京先生亲自收过陈情书，而且还问他说为什么不一次提出。第二件事情是，柯文哲市长在收到这个陈情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沈庆京当时的诉求是要把560%再上升回复到678%。柯市长收到了这个文件之后，交给了林清荣。林清荣他写了一个说明文件，这一份说明文件是在107年5月16号的时候写出来的。检察官在审判当中的时候，去问林清荣，到底这个说明文件有什么重点？林清荣提到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120-284是必须取消的，因为行政主管机关非常强烈的说，已经在民国87年核发了，所以没有保障的原因。第二件事情是依照都市计划的常规，在办理土地重划或是行政诉讼的作业当中，尤其是个案，不得任意办理变更。好，所以请各位法官再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柯文哲市长他知道，其实北市府当时的立场是不会给120-284的，他也知道金华城公司当时正在提出行政的救济。108年，柯市长又再收到一份陈情书，这个陈情书是针对当时的行政诉讼。柯市长收到之后，他就批示，请彭副市长先整合都发局、法务局的意见，确认之后在市长室会议讨论。检察官在审判的时候呢，有再去问彭正生副市长，在108年的时候，柯市长呢有没有跟他协助，请他指示他协助处理这个案件？彭正生副市长是说没有。不过柯市长又问他很奇怪，当时106年的时候，容积率392的时候，有附120-284的楼地板面积，怎么后来没有了？彭正生副市长那时候回答说，我不知道，不过他们已经在诉讼中了，如果诉讼赢了的话，那我们就给。好，所以其实从这一段话跟这一份陈情信也会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柯市长在108年就已经收到金华城针对行政诉讼的陈情信，并且彭正生副市长也当面跟柯市长说，现在正在诉讼中，等金华城赢了才会给他120-284。109年初，沈庆京先生他自行拆除了金华城购物中心，那也就是本案主要事实开始的时间。不过在回顾本案案发经过之前我们还是要从总论的部分说明一下，到底为什么检察官认为本案西部计划是违背法令的。我们先回顾一下本案西部计划。本案西部计划的重点其实就是3项容积奖励：韧性城市、智慧城市跟宜居城市。还有一段话是检辩双方争执的稍微比较激烈的，就是这份西部计划写了一句话说，本计划有关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设计等奖励容积，本计划未规定的事项，准用都更容奖办法来办理。我们来整理一下本案西部计划它所提出来的容积奖励的项目、额度以及回馈的方案。在韧性城市的部分，也就是绿建筑，他说如果你拿到钻石级，再加上认养富盛公园50年的时候，会给你 4% 的容奖。黄金级加认养公园，那是 2% 的容奖。在智慧城市的部分，它分成了钻石级加充电车位是 8%， 黄金级6% 以上充电车位是 6%， 宜居城市是耐震设计再加上无偿提供登记面积800平方公尺，还有协助铺路或盖桥，这个部分是 8%。 那本案西部计划是要求说，这3项容积奖励的额度合计不能够超过基准容积率 20%。 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容积奖励，好像跟120-284无关，但是本质上它是120-284的变形。为什么检察官这么说？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呢，必须要从本案西部计划的开端，也就是所谓的方案4来开始谈起。方案4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把时间拉到109年6月20号，在这次专案小组会议当中，金华城他提出了简报，这个简报当中列出了3个方案。方案1就是回复120-284，方案2是回复111919，方案3是回复106499。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3个方案虽然说额度，面积数稍微有些不同，但他的诉求都是希望市政府能够直接帮他回复楼地板面积。第4个方案就是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的规定去争取 20% 的容积奖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方案1到4之间的关系是
最好的做法就是方案1直接让他回复10284，如果这个目标达不成，退而求其次，方案2给11919，再达不成，再退而求其次，给106499，如果还是无法达成，就换成方案4，依照西部计划的变更申请来取得荣奖 20%。所以当时金华城公司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市府能够直接回复楼地板面积的保障，但因为北高行判决不需要回复，所以金华城公司绕道而行，改成利用变更西部计划的方式来借此实质上面获得相近的容积率。为什么检察官说相近？120-284的楼地板面积如果换算成容积率是 678%， 增加容奖 20% 呢，换算成容积率是 672%， 所以检察官认为说这个容积率是相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本案的争点，检辩双方虽然都聚焦在西部计划的合法性，但是沈庆清先生在每次开庭的时候都会去质疑为什么要删除10284，并且为了这件事情去传唤张景生这些人到庭，因为对他来说从头到尾都是120-284的问题。监察院其实也认为，如果你是为了要去回复120-284来改成申请容积奖励的话，你是不具有转换的正当性的。监察院报告说，金华城公司在106年跟北市府争取再次适用允建楼地板面积保障没有成功，所以转换循都市计划法第24条的规定，自提西部计划的修订案。但是呢，因为这个楼地板面积呢只是一次性的保障的期待利益，并不具有转换申请容奖的正当性。我们用白话版来讲，其实就是说你不能因为120-284你拿不到，你就转换成申请容积奖励。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下一个小结，本案西部计划是依照都计法第24条的规定来申请变更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就是 A 地只有单一地主，就是金华城公司，全国没有其他的地主可以享有相同的条件。108年的松山区的通盘检讨也并没有去授权本案的西部计划可以去订立这样的容奖规定，所以以下检察官要从3个层面来探讨本案西部计划的合法性，也就是法律保留、准用都更跟平等原则。我们先来看法律保留的部分。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保留？在场这么多法律人，我们都知道法律保留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为了要去解释检察官一贯的主张，我们还是稍微提一下我们的几个上位的概念，包含了权力分立原则，不要让同一个机关说了算，所以行政、立法、司法之间应该要相互的监督制衡，不能让其中一个权力独大。在权力分立原则之下，派生出了法律保留原则。所以重要的事情，行政权你不能够自己决定，你需要有法律或者是法律所授权的法规命令作为你的依据，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进一步的再派生出了依法行政原则，所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做事情必须要依据法律。这3项原则同时构成了对于我们政府的限制，它让我们的政府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没有法定授权，你就不能做。所以政府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才可以去限制人民的权利，这就是现代的法治国家。问题在于说，如果今天政府不是限制人民权利，是在给人民利益、给人民好处，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法律授权？答案是，如果它涉及到的是重要事项的话，那么就要。这不是检察官说的，这个是大法官说的。在释字443号解释当中，他阐释了，如果是给付行政措施，虽然它受到法律规范的密度比限制人民的权益是宽松的，但如果它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那么就应该要有法律或者是法律授权的命令为依据的必要，乃属当然。为什么这么会需要法律保留？为什么给付行政也要法律保留？因为给付行政本质上面，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给人民利益，但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它可以决定谁可以拿到这些资源，谁不能拿到这些资源，所以它会直接去影响到人民的权利跟义务。所以如果没有法律授权的时候，将会导致一个不受监督的滥权。我们分别举2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给付行政跟干预行政都必须要有法律的保留。假设今天有一个有一定财产的人，政府没有法律授权，就要求他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有。我相信在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接受这是一个公平的政策。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每个月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人，但他因为跟政府高层关系良好，多次陈情，所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底下，让他比照参考低收入户来领取补助，我相信这也不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政策。这2个例子其实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认为给付行政跟干预行政都必须要有法律或者是法令的授权才可以做。
而这2个例子都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在都市计划领域当中，辩护人有一直提出来的最高行政法院108年的台上626号判决，其实也阐释了都市计划不能够跟宪法、法律以及基于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抵触，并且要受到各种尚未法规范的强制性的实体禁止跟诫命规定的拘束。而对于细部计划来说，主要计划就是它的尚未计划，所以细部计划不能够去抵触，不能够去违反了主要计划对它的限制。再下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容积奖励呢？容积奖励到底需不需要法律保留？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容积率。容积率如果用专业的话来讲，它指的是基地内建筑物的容积总楼地板面积与基地面积之比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话。但如果我们用白话文来讲，它指的就是你这块土地可以盖多少坪数的房子。我们之所以要去控制容积率，在于说如果我们不去控制它的时候，房子会一直乱盖，房子乱盖就会导致城市太挤、太暗、太塞，负荷会过大。我们用一个图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容积率的上升会导致土地的负担过大。盖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当容积率上升，这个时候它对土地的压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并进一步的导致周围的环境产生一定的负担，包含了拥塞，包含了脏乱，包含了容量等等。所以当这个时候建筑物越盖越高，容积率一直直线往上的时候，它对于土地的压力就会因此而加剧，连带的也会影响到身边的环境，负担也会加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土管条例当中要针对各种不同的分区订定不同的容积率。针对第3种商业区，土管条例写得很清楚，如果是商业区的建筑物的建蔽率呢跟容积率不能超过下表的规定，第3种的话就是 560%。所以原则上依照权势特性所定的这个原则性的规范，如果没有其他考量的话，就应该要以基准容积率为准。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其他考量？我们的政府有些事情会想做，但是可能如果做了会造成财政的太大的负担，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说绿地环境保护，比如说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比如说都市更新，比如说重建危老等等。这个时候政府手上有一个政策工具，就是容积奖励，可以透过容积奖励作为诱因，促进公私协力，提供给人民，让人民来帮政府做，来取代政府力有未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法定容奖。我们有都更，我们有危老，土管条例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容积奖励，包含了开放空间，包含了基地整体开发，包含了建筑空地绿美化。我们这边只稍微说明一下土管条例第80条之2的规定，因为这一条会跟之后我们讲到的对价性有一些关系。当时是114年7月9号修正前的土管条例第80条之2，他说因为优惠的容积率所增加的收益在扣除掉营建跟管销成本的净利益，应该要提供市府 70% 为回馈。只不过这个回馈呢，你可以用楼地板面积或者是代金，就是缴钱的方式来做。所以其实依照土管条例第80条之2的规定必须要提供 70% 的净利益作为回馈。只不过这个回馈呢，可以给楼地板面积，也可以给钱。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法律规定的基准容积是原则，如果可以提出有助于公益的贡献，才例外的给予容积奖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价性。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这边先讲到这边。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所以其实从我们刚才的论述就知道，容积奖励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是重大的，它是一个给付行政，它是一个公共财。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给人民好处的东西，但如果你滥行的给予，你就可能会导致环境污染，导致交通拥塞，影响空间跟土地，这些成本都是由全体市民共同来承担的。所以当我们表面上给部分人民利益的时候，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民权益。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涉及到重大利益的事项，应该要有法律的授权依据。辩护人说，检察官不是都市计划专业，那李德全总是都市计划的专业了吧？李德全的文章说，他写的都市更新容奖制度的谬误跟导正，以台北市为例，他说容积奖励呢，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也就是容奖有没有法律或者是授权明确的法规命令作为依据，也要符合法律优惠原则，容奖所具的法令有没有逾越了尚未法定的规定。他在内文当中也讲得更清楚，为什么容奖需要有一个合法性的检验，因为容奖涉及到人民财产权事务，所以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以及法律优惠原则。
那什么是法规命令？什么是法律？主要计划通盘检讨是法规命令，这不是检察官讲的，是大法官在释字742号解释当中讲的。他说，都市计划（括号含定期通盘检讨的变更），因为属于法规性质，并非行政处分。那什么是行政处分？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个别变更细部计划是行政处分。这同样也不是检察官讲的，是最高行政法院讲的。最高行政法院103年裁示13121号判决认定，主管机关如果它是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或者是第27条的规定来作为都市计划的个别变更，如果直接限制了一定区域内人民的权益或增加他的负担，它具有行政处分的性质。所以我们在这边再下一个小节，容奖是一个重大的受益处分，必须要有法定的依据。主要计划通盘检讨是法规命令，所以可以订定容积奖励的规定。依照都计法24条去变更细部计划是行政处分，所以如果没有主要计划通盘检讨或者是其他法定的授权，就不能够给予容奖。那本案透过细部计划给予容奖，就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辩护人他们提出了很多其他的细部计划，主张说，你其他细部计划也有创设容奖啊。我们来一个一个来分析，到底是不是真的像辩护人所说的这个样子。我们先看第一个案件，文华东方案。辩护人的说法是在99年细部计划当中，创设了这个 50% 加上 25% 的优惠容积率。他说这个99年细部计划有这个公式，但其实辩护人没有告诉法院的是，早在民国92年通盘检讨就已经订定了相同的容积公式了，而且当时的法律依据是通盘检讨，而不是依照都计法第24条去变更细部计划。并且呢，在92年通盘检讨当中，他还有详尽的去说明为什么当时要增加这 50% 跟 25% 的容积率。但是本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主要计划通盘检讨去说明为什么要去增加这些容奖的依据跟理由。第二个案例，南港轮胎工厂案件，辩护人说99年细部计划创设了开发时程奖励，但是辩护人同样没有告诉法院的是在民国99年细部计划当中，它在依据的部分有援引都更条例，依照都更条例第65条的规定，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范围内的建筑基地可以视都市更新事业的需要，给予适度的容积奖励，只是说奖励后的建筑容积不能够超过建筑基地 1.5 倍的基准容积。所以都更条例是有授权，如果你的建筑基地是在都更范围内的时候，你的政府是可以给予适度的容奖的。还有一件事情是，其实在98年10月的主要计划当中，就已经明定了开发时程的奖励了。第三个案件，南港工业区案，辩护人的说法是106年的细部计划有创设企业总部或者是重要新兴产业 10% 的容奖，但是这个是误导。怎么说？因为在90年的南港区主要计划的通盘检讨，就已经针对新建、改建、公策略型产业使用者给予了 10% 的容奖了。下一个案件是亚湾案，辩护人在这个案件当中争执的非常的激烈但我们先来看一下辩护人的说法。辩护人的说法是113年细部计划创设了策略型产业跟企业总部的 20% 的容奖，并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亚湾是个都更地区这个我相信大家前面都知道。第二个是依照都更条例第65条的规定，本来就可以给予适度的容奖，既然它是都更的一个范围内的建筑基地，并且依照都市计划法高雄市施行细则第24条的规定建筑基地法定容积及依法奖励的容积累积不得超过下列的规定那如果是实施都市更新事业的地区，建筑基地 1.5 倍的法定容积。换言之，高雄市政府本来就可以基于都市更新条例以及都市计划法高雄市施行细则的授权，在都更地区给予适度的容奖，只是它的上限不能够超过 1.5 倍的法定容积。并且呢，依照都市计划法高雄市施行细则的第24条之3的规定如果说是为了奖励产业升级转型跟绿色的生产，取得前项容奖的申请基地，还可以再依照各款的规定增加容积奖励。这个上限呢，依照条文的规定是不能够超过法定容积 20%。所以我们结合这些条文就会知道，高雄市政府本来就可以基于都更条例以及都市计划法高雄市施行细则的授权，基于都市更新以及产业升级转型的目的，在细部计划内订定最高 20% 的容奖。台北好好看辩护人的说法是绿复绿的容奖是101年细部计划所创设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到底这个台北好好看的计划是怎么样通过的。
这个计划是源自于民国99年的时候的这个系列计划。这个计划当中提到说，在政策目标的部分，希望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去给予容积奖励，鼓励闲置建筑物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主动拆除雨漏建物，将基地腾空、绿美化，并且开放。后来呢，在都委会611次会议当中，就通过了这个绿复绿的容奖。不过，那后来101年西部计划就据此变更。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会议记录，它就有提到，有关市府为了鼓励闲置雨漏建筑物内的所有权人主动进行环境更新，将基地腾空并开放绿美化一项政策，在法源依据方面，中长期仍以修订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第80条之3的规定。换句话说，其实立法理由，对不起，应该说的会议记录已经明确揭示了法律依据就是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第80条之3的规定，也就是现行法的土管条例第80条之3的规定。如果是建筑前提供作为绿地或其他公益性设施供公众使用，并经市政府核准者，其容积得酌予奖励，所以它是有法律依据的。台南纺织案，辩护人说，99年西部计划创设了斜屋顶跟开放时程整体开发奖励，错误。首先第一个，斜屋顶奖励它是规定在变更台南市都市计划99年5月的这个都市计划，各位法官没有看错，它是一个台南市的都市计划。换言之，全台南市都有斜屋顶奖励，西部计划只把这个规定抄在西部计划当中，并不是它所创设的。第二个是针对开发时程跟整体开发奖励，则是规定在99年台南市的主要计划当中，同样也不是西部计划所创设的。台南市中西区案，辩护人说，这个西部计划创设了斜屋顶奖励跟大面积开发，不过斜屋顶奖励刚刚有讲过了，是全台南市都有，所以并不是西部计划所创设的。另外，针对大面积开发，确实是规定在这个计划当中，不过这个计划不是依照都计法24条变更申请的哦，它的这个计划它的法定依据是都市计划法第26条的规定。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通盘检讨，它是一个法规命令。我们把辩护人所提出来这些案例呢，整理起来做一个小结哦。其实辩护人所举的这些案例啊，虽然都订定了容奖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它都会具有相对应的通盘检讨、主要计划、法律法规命令、各种不同的自治条例等等作为它的依据。唯独一个特例，就是金华城公司它所有的这个本案土地，在它这个西部计划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法令、主要计划、通盘检讨或是任何的法律授权，就直接在里面订定了这3项容积奖励项目。辩护人说，营建署99年函释可以说西部计划可以创设容奖啊。我们带各位法官，我们再重新阅读一下这份函释。这个函释呢，确实它有提到说，依照目前都市计划取得容奖的途径，可以分成2种。其一是循都市计划法定程序，将申请奖励额度跟奖励项目纳入计划书规定，提供作为奖励容积的依据。所以辩护人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主张。坦白讲，这句话我是同意的。为什么？因为他只说依照都市计划的法定程序，依照检察官的主张，其实主要计划通盘检讨，他们本来就可以订定容积奖励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具有法规命令的性质啊。这个函释其实在一开始就没有提到跟西部计划有什么关系。再来在第2段的部分，这个函释它其实在肯认说，如果你是西部计划，那你就必须要受到主要计划所定总容积上限的拘束，你不能超过它。后面则是在讲说，都更的容奖，如果你是依照都更条例去申请另外一个方式来取得容奖的时候，你不会受到主要计划所定总容积奖上限的限制。整篇函释当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说，对不起，西部计划可不可以为了单一对象创设容奖？辩护人说西部计划要有弹性，我同意啊，但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应该有弹性。其实前提是在法令的框架之内，依法行政。如果一个逾越法定的弹性，其实就是滥权。所以作为公务员就应该要为了适法性去做把关。辩护人又再说，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第25条规定，有容许西部计划可以订定容奖。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这个条文的文字是写说，都市计划地区内，市政府认为土地有合理使用的必要的时候，可以拟定西部计划来规定地区内的容积率。所以它的主体是市政府认为土地有合理使用必要的时候，可以拟定西部计划的容积率。它跟本案的差别在于，本案是人民依照自己的需求去申请变更西部计划，创设容积奖励。当然，辩护人又会说，检察官不是都市计划专业，那我们问一下都市计划专业好不好？
我们在审判中问了刘秀玲，都委会的幕僚小组的这个秘书，执行秘书，他说，人民依照都计法24条规定申请变更西部计划的案件，不会适用第25条的规定，因为第25条是规范市政府，主体是市政府。我们又再确认了一次，跟蔡立瑞，他也说印象中是没有适用第25条的。辩护人说，松山区主要计划如果没有规定土地权利关系人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自拟西部计划。其实第一个就是他们其实也承认了108年的松山区通盘检讨并没有容积奖励的规定，而且呢，依照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主要计划对于西部计划是有一个指导跟拘束的作用的，它是属于上位计划。依照西部计划审议原则第8条的规定，西部计划的容积率不能够逾越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或者是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的规定，且不得违反主要计划有关使用强度的指导规定。所以依照这些条文跟判决的解释当然是应该要先有主要计划的授权跟指导，西部计划才能加以规范辩护人的说法无疑是本末倒置。最高行政法院108年上字6月6号判决，有肯认西部计划可以定容积率吗？这个判决我们必须要先说明的是，容积率不等于容积奖励。容积率是有明确定义的，就是基地内建筑物的容积总楼地板面积与基地面积的比例。这个判决以及西部计划审议原则，他们都只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定可以依照区域的特性订定不同的容积率，但没有任何一个判决或者是相关的规范有提到说可以自行去创造各种名目的容积奖励不过这个判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利益衡量，这个部分我们放在后面对价性的部分来解释。第二个我们认为违法性的点就在于违法去准用都更。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到底本案的3项容积奖励项目跟都更、危老还有非都更地区的比较。韧性城市分成了钻石级 4%、黄金级 2%， 都更跟危老呢是钻石级 10%、黄金级 8%， 那银级以下分别是 6%、4%、2%。表面上看起来容积奖励项目呢是参考自都更容奖办法，这个部分简便应该没有争执，但是条件额度好像比都更差一点。但如果跟非都更地区相比呢，依照台北市绿建筑自治条例第5条的规定，增加的容积如果到 30% 以上的时候，应取得绿建筑银级以上的标章。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要盖一个在非都更地区盖一个跟金华广场一样的建筑的时候，你至少就应该要取得银级的标章，因为这是你的义务。而且对于非都更地区的建筑基地你纵使取得了黄金级、钻石级，没有任何的容奖。在智慧城市的部分，智慧城市分成了钻石级 8%、黄金级 6%， 都更危老是钻石级 10%、黄金级 8%， 银级以下分别是 6%、4%、2%。一样的，如果是非都更地区的建筑取得智慧建筑的证书，也是没有容积奖励的。在宜居城市的部分，如果你取得耐震设计标章，再加上无偿提供登记面积平方公尺，然后协助铺路或盖桥是取得 8%。那如果是都更危老是 10%， 那同样的，如果你取得耐震设计标章也没有容奖，如果你是非都更地区的话。所以为什么一般建筑物取得这些标章是没有容奖的？原因在于说，有些这些标章是在提升建筑物本身的价值，但不一定对周边的环境会有影响，并且呢，有些是基本的义务，有些呢则是不难达成。为什么这么说？之后我们会讲到林之宇的证词。但是在都更地区为什么要给予这些容奖？为什么要相对于其他地区比较宽松的给予这些容奖？因为都更地区还有一个鼓励都市更新的政策目的，但如果不是都更地区，就没有这个政策目的。所以我们下一个小节容奖项目确实是参考都更危老，只是额度低一点这个部分简便都不争执。第二个是，但其他非都更地区根本就不能用相同的项目来取得容奖，就只有金华城公司可以。所以重点不在于额度是不是相同，重点在于你不是都更就不能拿都更容奖。审判长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其实就是说是就是，你不是就不是。好，其实邵秀佩侦讯译文也有讲到这件事他说本质上面都是都更的容奖换汤不换药，投资他们自己，这是事实。好，辩护人说本案并不是全部奖励的方式准用都更，只有未规定的事项条件虽然不同，但简便不争执，其实都有参考都更的项目。参考、参采、准用、类推适用、类都更，其实都只是名词你不能说你改个名词把类推适用改成准用，准用改成参考，你就变得合法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到底有没有准用，应该说不只在于有没有准用，而是在于说为什么其他非都更地区不能享有都更容奖项目，金华城公司却可以。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再进入到第3个检察官认为违法的地方，就是平等原则。平等原则当然不是一个空泛的原则，它固然是导源自宪法第7条的规定，但它在实定法当中是有明确依据的。
在行政程序法第6条规定说，行政行为非有正当理由，不得为差别待遇。比方说，你检察官凭什么说违反平等原则就构成图利？这同样不是检察官说的，是最高法院说的。最高法院说呢，图利罪是在要求公务员执行主管或监督的事务必须合法、必须公正，不得图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所以，如果一个公务员呢，你在客观上面违背了应该要遵守的禁止规范或命令规范，导致违反相同事项应予相同处理的平等原则，因而凸显个别的特殊利益的时候，你所图得的利益就不会具有正当法律权源，就会构成图利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检察官强调说容奖必须要有法令的依据，因为如果是依照一体适用法令来给予容奖的时候，是符合通案性的，是符合公平性的。为什么要符合通案性？其实还是那2个字，就是公平。以特殊标准给予私人特权，就是图利，就是不公平。柯市长自己在面对苗博雅质询的时候，他也说，每个人来都一样的条件就好了，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就好了，这也是柯市长所可认的价值啊。所以检察官认为，不是检察官认为，最高法院认定的图利罪违背的法令呢，其实就是指说适用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数人就一般事项所谓通案性的规定，在法定适用范围内呢一体适用。所以容奖如果是本于法定的时候，它也会具有通案性，并且是在大的范围内一体适用，在范围内只要符合要件者都能够去申请。好，所以容积奖励的给予，如果是欠缺通案一体适用的法定依据的时候，是在个案中所单独创设，而且这个容奖机制就只有特定人可以享有，就足以凸显个别的特殊利益，换言之就会构成图利罪。邵秀佩其实在审判中，辩护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认罪，邵秀佩也提到他认为应该用通案操作比较好，因为用个案再怎么说都会有公平性跟社会观感的问题，应该用通案协助处理这样的案件，会比较符合公平性跟社会的期待。通案呢，就是针对比较大的地区订定奖励的项目跟奖励的额度，如果是依照都计法24条去变更呢，就是一个个案。好，所以其实邵秀佩的证词也很明确的凸显了，如果你是依照都计法24条的规定，你给予特定人只有他可以适用的容积奖励的时候，会有公平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我们刚刚所提的其他案例的适用范围跟对象，就会更发现金华城它的特别之处在哪边。文华东方案它适用的范围是22笔的土地，其中有一半的土地都是台北市所有的。南港轮胎工厂案它适用的范围是11笔土地，里面有所有权有5个人。南港工业区它适用的范围是南港区所有的工业区。亚湾案国有土地占 34.54%， 其他还有包含高雄市中油、台电、港务公司、土营，还有一般所有权人。台北好好看适用的对象是12笔私有土地。台南纺织案协屋顶奖励适用的是全台南市。开发时程整体开发奖励适用的是台南市公2工业区全部的范围。台南市中西区案协屋顶奖励依然是全台南市，那其他奖励是适用在中西区全部的住宅区跟商业区。所以其他案例呢，它要么是大的范围，要么就是很多都是国有土地，要么就是土地的笔数很多，要么就是所有权人的人数很多。就唯独金华城案只有一笔土地，一个所有权人，就是金华城公司。所以都计法24条呢，其实也是规定说，你土地权利关系人，你必须要配合当地的分区发展计划，才能够去自行拟定或变更西部计划。那本案到底配合了什么样的当地分区发展计划？为什么只给予单一地主容积奖励？为什么其他非都更地区取得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设计标章没有容奖？辩护人说是配合南松山发展再生计划。但如果这个说法是可采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本案土地有容积奖励，邻近地区甚至整个南松山地区都没有，只有金华城有呢？辩护人在简报里面放了一些很多周围的这些老旧的建物，但这些老旧建物呢，其实并没有符合这个本案西部计划的范围。那为什么这些急需更新住宅没有容奖，金华城公司的土地就可以享有这些容奖？所以本案西部计划确实是为了金华城量身打造，独一无二，全国就只有金华城可以去适用这些优惠，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出具体的原因。这就是一个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所以辩护人说，个案跟通案一样啊，你都可以借由都市计划审议作为容奖的依据啊，但都委会不是立法机关，只有主要计划跟通盘检讨会具有法规命令的位阶。所以重点不只在于说个案还是通案，而是个案给予容奖有没有符合了法律的保留，有没有符合公平性的原则。如果你拿一个只有行政处分性质的西部计划就给予个案容奖，违反平等原则，帮申请人创设一个容奖机制的时候，就是一个裁量的预约跟滥用。
所以本案让非都更地区的土地享有都更农奖项目，缺乏实质理由。监察院的意见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他认为说，如果你没有法定依据创设农奖，会抵触土管条例跟都市计划、西部计划审议原则。他说没有其他可以给予农奖的法定依据，本案也不是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的范围，无视本案跟都市更新的性质不同，而没有准用都更农奖规定的余地，就进行参采了内政部所定都更农奖办法的容积奖励规定。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这些项目啊，没有法定依据，已经逾越了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就是土管条例以及都市计划、西部计划审议原则的上位法规规定。监察院也提到说，没有通案为之是有违公平性的。他说，本案的计划范围呢，只有单一土地所有权人，就是金华城公司所有的土地，没有考量到周边地区整体性的需求，就单一土地所有权人变更土地使用管制规定，订定容奖的项目是有未洽，并且会衍生其他西部计划地区或建筑基地要求比照办理的公平性。所以在监察院的一个纠正跟调查之后呢，都委会在113年2月27号的8144会议就通过了台北市都市计划案件审议事项处理原则，其中就针对土地权利关系人依照都计法24条去自行拟定或变更计划，如果涉及到的是新增容奖项目的案件的时候，因为容奖呢必须要依照法规通按都市计划规定办理，所以不予受理。在113年5月14号，内政部也发函给县市政府，认为说呢，都市计划给予容积率或者是额外的给予容积奖励，因为涉及到公共利益或是实现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等重大事项，应该要有法律或法律明确的授权作为依据。西部计划呢，应该要避免去创设各种名目的奖励规定，并且注意容积奖励额度跟申请人贡献负担程度之间的公益性跟对价性。非属都市更新案件者，不宜进行参采都更容奖办法的容奖规定。辩护人说，还包含柯市长也说，所有公务员都说是合法的。我们必须要先重申一件事，你可以提出申请，不代表结果是合法的。我们可以提出中低收入户的补助申请，但如果政府呢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去审核，没有依照法定的要件去给到那些不符合低收入户资格的那些人，依然结果可能是违法的，纵使你已经走过了行政流程。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申的是金华城公司呢固然得依都计法24条去申请变更西部计划，但是不代表最后的审议结果必然是合法的。如果审查跟审议的结果是违背法令的时候，还是可能会构成图利罪。如果像辩护人所说的，只要开过会、跑过公文流程就合法，那图利罪违法还有违背职务受贿罪永远没有适用的可能性，因为哪一个行政行为没有开过会、没有跑过公文呢？重点在于说，公务员到底怎么说的？林清荣说，本案西部计划是违反法律、触犯法规，不符合公平性。超过的容积，除非符合都市更新，否则不得适用，抵触都更条例。好，辩护人说，林清荣的证词不足采信。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公务员的证词好不好？林宗明说，不是都更就不可以用绿建筑、智慧建筑跟耐震建筑的奖励。如果我当都发局长，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让他回复10284。希望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时永远不要再出现这3个词。刘秀宁说，金华城不是都更，我们觉得适宜性、可行性有疑虑。这是自创容积奖励项目，又是援引都更容奖办法，觉得质疑。不是都更案，却引用相关容奖项目，不合理。法定适用很怪，他没有请市府说明有没有合理，后续是否会有其他人比照办理。邵秀佩也说嘛，应该用通案操作比较好，用个案会有公平性的问题。都更容奖有加速都市更新的用意，金华城区引用呢是有适法性疑虑的。蔡立瑞说，当时他们有请金华城去参考 TOD 的做法，会比较语法有据。林思雨说，一般案件即使做到这些奖励的项目，这些奖励的条件也没有容奖，甚至大部分建商会自发性的去做。以台北市的建商水准，应该都能够做到，其他却没有容奖，所以本案呢应该要去检讨合理性。严曼瑞说，我们一定要跟金华城说，援引都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胡方琼说，金华城参考都更规定申请容奖并不合理，应该要依照土管条例。金华城案的适法性、公益性、对价性都有疑义，适法性指的就是非都更却参照了都更容奖。黄淑轩说，金华城怎么会直接把都更容奖腾到都市计划书来申请啊？这种案子都发局应该要直接挡掉。郭泰熙说，依照透过都计法24条自拟细记，并参考都更申请容奖，以前没有这样做过，我们认为很不妥。
李德全也说我不赞成签呈的做法，他贴一个便利贴，认为他不赞成，因为应该要去依照土管条例才比较具有一致性。如果按签呈的做法，整个计划案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问题。甚至连辩护人他们自己传唤的陈志明都说，应该用比较大、比较广的范围来处理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比较符合公平性。所以我们整理一下这些公务员的说辞。林清荣说西部计划不能创设荣奖，林宗明说不是都更就不能用都更荣奖，刘秀玲、严邦瑞、黄淑轩说不应该去援引都更荣奖，邵秀佩、蔡立瑞、林之宇、胡方琼、郭泰琪、李德全、陈志明他们都说本案没有用通案的土管条例处理，用个案来给予荣奖会有公平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公务员他们虽然对于本案的一个司法性疑虑担心的有点不太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点，共同担心的事情就是通案性。站在公务员的立场，他会思考一件事，如果这件准了，以后所有其他案件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如果所有非都更地区的案件或者建筑都来跟我们都委会请求给予跟金华城一样的容积奖励，这个时候都委会要怎么办？都发局要怎么办？所以公务员在对话记录里面才会讲到说，过了会有一阵腥风血雨，我是原力我就撤案要求比照，问我之前缴那么多代金要做什么，我就跟金华城一样的条件就好了啊。而且呢，公务员证词呢刚好囊括了3种违法性，就是违反法律保留、违法准用都更以及违反平等原则。公务员他们都说金华城可以依照都计法24条去申请变更，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公务员说审议的结果是合法跟适当的。所以一句话来总结检察官对违法性的主张，就是3件事情：公平、公平还有公平。公平代表着于法有据，公平代表着一视同仁，公平代表着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我们讲完违法性的部分，我们再来看到底送研议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去定性它。依照台北市政府所属各机关处理人民陈情案件注意事项，它的位阶到底是什么？行政规则这个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的争议。问题在于说，最高法院固然讲说，如果是行政规则是单纯对内发生法律效果，跟一般人民的权利义务没有关系，它就不是图利罪的法令。这个部分是最高法院的见解。但是如果这个行政规则它是针对上级机关来协助下级机关行使裁量权的具体性规定或裁量基准，它会去影响人民的权利，并且实施上面发生对外法律效果的时候，它依然是认为是图利罪里面所称的法令。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单纯发生对内法律效果的行政规则固然不是图利罪的法令，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具体性的规定、裁量基准，因为执行的结果会影响人民的权利，而实质上面发生对外法律效果的时候，它还是属于图利罪的法令，也就是对多数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项所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规定。好，所以就结论来说，我们当然认为陈情注意事项依然是认为是图利罪的法令，因为行政机关处理人民陈情他们对处理的方式是有裁量权的。但这个时候呢，陈情注意事项就跟公务员讲说，如果你今天受理的陈情案件是针对诉讼中的案件的时候，受理机关应该要通知陈情人依照原法定程序办理。所以它是针对怎么样去处理陈情提供的具体性规定跟裁量基准，并且呢，它通知的内容会直接去影响人民的陈情结果。你跟人民说依照原法定程序办理，其实就等于驳回他的陈情嘛。所以它会实质上面发生对外法律的效果，属于图利罪的法令。就整个案件的结构来看我们分成2个阶段，前面是陈情转研议，跟后面是西部计划审议程序上面固然是以中间109年8月19号金华城公司去申请变更西部计划作为一个分界点，但我们认为应该要整体观察。研议是属于前阶段行为，它透过了陈情转研议，再去生出方案4之后，再透过西部计划的审议，最终让金华城公司取得了不法容积奖励。所以前阶段跟后阶段违背法定的行为，最后导致了一个不法的结果，这就是检察官的主张。过往案例中市长有说就是林信荣市长、副市长被打脸说有侦送还可以研议他自己受理的案件那坦白讲之所以有这个辩解呢，是来自于说黄锦茂先生的辩护人有主张，金华城在107年6月22号、7月4号、7月16号陈情，那当时正在107年数字1206号侦送当中，但是北市府还是把陈情案呢送到都委会去进行审议不过坦白讲林副市长并没有被打脸，因为完全是不同的诉求。6月22号的诉求呢，陈情诉求呢是解除6种使用限制。6月29号的陈情诉求还是解除6种使用限制。7月16号的陈情诉求依然是解除6种使用限制。那107年数字1206号的诉求，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就是回复10284。所以完全都不是针对同一件事情，那怎么会针对诉讼中案件同时送审议或研议的问题呢？好，我们再来讲对价性哈。讲完对价性，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不好意思。好，我们来讨论对价性的问题。容积奖励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它涉及到公共资源的分配，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民的权利义务，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免费的大放送的，必须要去提出相对应的公益贡献度，再跟容积奖励的价值比较有没有均衡，也就是所谓的对价性。这同样不是检察官说的，是最高行政法院108年上字666号判决所揭示的利益衡量原则所说的。他说，都市计划虽然有计划自由，但是应该要去权衡可能受到计划影响的各种不同的公益跟私益，这是导源自宪法的比例原则所产生的要求，并且也会基于依照权衡结果所得到的总体结论，也就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哪些情况是有利益衡量瑕疵的？最高行政法院说，如果你是没有衡量，或是衡量怠惰，或在调查会诊阶段的衡量不足，在评价阶段的衡量错估，或是在利益调和或决定阶段的衡量不合比例，这些就是所谓的利益衡量的瑕疵。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到底金华城他们所取得的容积奖励的价值，以及他们所提供回馈项目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像这个法院判决所讲的显失均衡，不成比例。我们先看一下金华城荣奖的价值是多少。依照113年10月11号都发局提供的有关金华城 20% 容积奖励市价试算说明，这个市价呢，是早在110年11月19号的时候，都发局这边委托3间建价公司，针对容积奖励 20% 所提出来的一个建价，依照当时的市价鉴定的结果，平均的价值是121亿545万6748元。柯市长在106年4月26号居住正义论坛，他有提到一段话，他说容积呢是促进都市开发的工具，后来引申很多问题，包含容奖，奖励到底要给多少，每次都牵涉到好像土地财团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把手上一些烫手山芋当时柯市长觉得金华城是烫手山芋包括了芝山岩中山纪念堂跟金华城。那金华城的案例只要一放手就差100亿，到底放不放怎么决定？依照金华广场的广告，其实也讲说金华广场当时每坪的单价是超过200万的。那当然不是只有看这个广告，张嘉文先生在审判中也说，售价那时候对外就是要200万元以上。好，所以这些是容积奖励的市价。好，那回馈项目的价值是多少？我们先回顾一下到底有哪些回馈的项目。在韧性城市的部分是认养富盛公园50年，在智慧城市的部分是设施6%以上充电车位，在宜居城市的部分是无偿提供800平方公尺的永久使用权，还有协助整修道路铺面、人行道，或者是新建公共人行路桥。依照110年8月13号都市设计课这个变迁他当时针对宜居城市贡献奖励去判断到底有没有符合对价性，他的结论认为说，针对宜居城市贡献奖励的对价关系，金华城公司回馈市府项目的价值远低于申请单位所获荣奖的价值，对价性有疑义。他计算结果是多少？宜居城市的奖励值 8% 的价值是 23.6 亿元，回馈项目是多少？ 2.93 亿元，这中间就差了20亿。到了783次会议以前研发会又在要求张家启去制作一个宜居城市荣奖的收益，当时计算的结果呢，荣奖的收益是23亿2748元，回馈项目的价值呢是3亿2566万元，还是一样差了20亿。不过这些资料呢都没有进到都委会审议的过程当中。所以除此之外，本案在都发局审查，在都委会审议的期间，都没有针对回馈项目进行任何的专业的鉴价，就直接给出了价值121亿元的荣奖。刚刚所讲的是公务员这边的计算，我们不如来看看申请单位怎么计算的。审计金的辩护人提出了几正30列出了一些相关的成本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费用。好，那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文件呢，我们都连制作者制作时间来源都不明连我们在审判中提示给张家伟他都没有印象有看过我们先姑且相信这个文件的形式真正好了他列出了保证金，但是保证金会退你取得实照之后会退保证金这个不能够计入到你的成本当中。为什么？因为被告们都有去缴保金但是如果被告都有按时到庭，基本上这个保金是会退给各位被告的。好，所以你不能把保证金算进去。然后针对这个无偿提供使用权的这个部分这个表格是用售价来计算的，但是你是提供的是永久使用权，不是所有权，
所以用售价来计算是不合理的。好，不过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件事情，我们做有利于这个被告的一个假设。好，回馈项目的总价我帮它加起来是7.410.350元。前面那3项容积奖励取得的标章成本啊是23亿元，我们两个相加起来总额是多少？30.410.350元。相比之下，容积奖励的价值是121亿元。辩护人说，都委会有裁量权哦，都委会的裁量权有大到可以忽略这90亿元的价差吗？如果跟土管条例的容奖来相比，就会显得更加的荒谬，也会知道说为什么金华城不走土管这条路。依照当时呢修正前土管条例第80条之2的规定哦，必须要提供70%的净利作为回馈。所以今天呢，依照以德全的证词，他也说，土管条例80条之2已经规范了回馈要3-7分，走这样的规范比较有一致性，比较不会有争议。应该还是要回到通案或者是一致性的规定，会比较稳当。所以依照土管条例80条之2啊，如果今天扣掉了营建跟管销成本之后，有90亿元的净利益的时候，金华城公司需要回馈市府多少钱？7成嘛，63亿元。但如果今天采本案西部计划的模式啊，金华广场盖好之后，如果销售一空扣掉成本有90亿元的净利益的话，1毛钱都不用回馈给市府。这就是应小薇跟刘秀玲说他们不要回馈真正的意思。所以本案是存在利益衡量瑕疵的，本案没有去衡量过容奖跟回馈项目的价值，没有去完整调查过容奖跟回馈项目的金额，权衡结果显然不成比例。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108年的状况，就会更加的明显。108年9月23号的时候，召开了一个市长室的会议，当时柯市长、彭振声副市长、黄锦茂局长都在场。这次会议当中有去讨论一个议题就是当时金华城他依照都计法24条，也是都计法24条去自提都计变更增加住宅使用项目适用回馈的方案。那当时市府的立场经过讨论之后认为不同意回馈金用商通方式来计算，原因在于说相较大湾北段案件啊，市府在本案并没有为师，所以回馈金应该要用合理公式来计算。所以为什么不同意用商通？原因在于说可能会引发公平性的争议。我们看一下当时会议的简报简报其实有明确讲到，金华城依照都计法24条自拟信息之后，媒体负面报道很多，金华城提变更盖豪宅，议员批市政府土地财团助长炒房。所以他当时依照都计法24条去变更西部计划，主张回馈的代金应该要采商通的模式。那他计算的结果是缴纳1亿2000万元。北市府不同意啊，不同意的原因在于说，跟开发立德相较，商通计算回馈金过低，外界会批评盖豪宅土地财团。大安北段呢，回馈方案已经有潜力了，如果不去比照，会引发公平性的争议。那应该要采大安北段的模式。当时这个案件呢，北市府认为，如果你不去比照大安北模式，会引发公平性争议，不予同意。而且这个案件当时已经在都委会审议了这个时候北市府还是可以去表达立场。所以在同样是金华城去申请变更西部计划案件，108年的时候，市府可以用回馈金过低，不依照潜力会有公平性的争议，所以直接不同意金华城的主张。结果到109年到111年，北市府却变成了不管潜力，不问回馈，直接就同意了金华城公司几乎所有的要求。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案的实际案发过程。不过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谢谢。好，现在时间是11:41，我们休庭10分钟，后续再由检察官续行为论告。我们先休庭。好，那现在时间是11:53，我们请检察官续行为论告，那继续为转译以及公开播送。好，那我们来进入到就是各论的部分，到底本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109年2月18号，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在2月24号的签呈中读到，当天2月18号，金华城透过应小薇议员跟助理吴顺明去拜访彭副市长跟黄锦茂局长，当时他们的诉求呢，其实就是去希望能够在拆除改建之后，保留原本楼地板面积，那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提到都委会研议的方式，再重新讨论一次这个都市计划的规定。检察官在审判中问一下吴顺明先生说当天在谈什么事情，那吴先生是说当天主要是议员拿着陈情书很简要的拜访的说明金华城历年受了很多委屈。
我记得黄局长有简单讲，不然就研议看看，到都委会研议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委屈，看要怎么处理。我记得彭副市长不置可否，然后会议就结束了。黄局长开完会之后回来，跟承办公务员杨志胜说，黄锦茂局长有交代说，这个案件就要提120284的研议案。然后杨志胜说，承办科认为这个案子是都委会做成的决议删除啊。那如果再提都委会研议案，那到底本府跟都委会的立场是什么？当时有跟黄锦茂局长表达这样的意见。好，所以在2月18号当天呢，应小薇、吴顺明拜访彭振生、黄锦茂，希望回复120284。黄锦茂当场提议可以送研议，返回之后也跟承办科这样说。承办科说，因为诉讼中案件，那送研议呢可能会导致市府立场矛盾。但这次的会谈的意义不止如此。我们看一下陈俊元在2月18号当天下午2点17分传给朱雅虎的讯息。他说上午应议员、吴顾问、彭副、黄局长碰面沟通。会后呢，依照吴顾问表示，纵然采用都市计划的方案处理，经过应议员争取，府方目前也只有讨论的意愿。下午议员会来跟主席讨论，后续进度随时回报。星期四11楼的沟通方案。什么叫做星期四11楼的沟通方案？审判中我们问了陈俊元，他说他这指的是呢，金华城想要提出他的主张跟想法，澄清里面把当时过程列举对他有利的资料整合起来，然后提出诉求给市政府。那11楼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市长室。那当然星期四指的就是时间。好，那2月18号是礼拜二所以星期四其实就是2月20号。检察官进一步问说，那您在侦查中有讲说，当时有约一个星期四的时间，希望有比较具体的想法可以跟府方沟通，是不是属实的？陈俊元也说是好，所以其实从陈俊元的证词以及简讯的内容就知道，金华城公司当时预定要在2月20号礼拜四跟市长室11楼提出一个沟通方案。到了2月20号，沈庆金、柯文哲有会面，那检辩一直在争执说到底他们在谈什么事情。我们先来看柯市长他自己的说法，他说都是在讲543，没有提到容积率的事。那至于对话是不是有超过1个小时或将近1个小时，没有记忆，要看记录啦。这部分市府应该会有行事历，行事历应该是有秘书保管。所以其实柯市长他说是在讲543而且是他认同我们可以去调取行事历确认的。所以我们去调了行事历，发现说2月10号上午11点确实有个沈庆金拜会柯文哲市长的行程。结果他说我们调行事历是政治侦访，明明就是他请我们去调行事历确认的好，没关系，我现在我讲完，现在我讲完。停，我不去做制止，可是大家辩论就是各说各话。你们在反驳嘛，好不好？是，后来请不要做任何干扰检察官论告的动作。好，请继续。好了，在109年2月10号，朱雅虎陈安子有一个对话记录，他说早上带老板见到柯市长谈了1个小时，情况十分令老板满意。那在审判中呢，朱雅虎说呢，检察官问他在当时在谈什么事情，他说我想内容一定有包含金华城容积率的事项，这是我们集团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不谈那什么时候谈？好，那包含辩护人还有柯市长还有被告都说朱雅虎是臆测，但其实不是只有朱雅虎这样说，沈庆金也这样说。沈庆金怎么说？沈庆金说他有为了公益的事情去市政府，如果有讲到金华城，专门讲金华城是没有，但发牢骚是有。所以检察官他进一步跟沈庆金确认，你记得确实有跟柯市长本人发过金华城的牢骚吗？是否如此？他说对。那什么时候发了金华城的牢骚？沈先生说是在延寿国宅都更案的时候去找他发金华城这件事情的牢骚。那事实上沈先生的辩护人他也主张说2月20号是讨论延寿国宅案，然后沈先生又说当天在讨论延寿国宅案的时候有一并发金华城的牢骚。那如果说辩护人认为朱雅虎是臆测，难道沈庆金也是揣测吗？在同一天2月10号下午1点39分，黄锦茂召集了同仁在下午3点在局长室讨论金华城专案，他注记是晨会的会前会。这个记载是什么意思？检察官审判中再去问黄先生，黄锦茂说呢，应该是把市长室晨会不公开 copy 上来，大概是这样。有没有参加？行事历有，那应该是有。这个事情一定跟和不和解诉讼是有关的。会前会是针对隔日晨会你跟幕僚之间的讨论吗？说对，先跟幕僚之间讨论一下。好，到2月21号的时候，依照黄锦茂先生的行事历，确实有记载了上午9点15分召开金华城专案的不公开晨会。好，
那从时间序上面来看呢，他是在2月20号下午1点33分登录，隔天开晨会。所以从时间序上来说，他是在柯文哲、沈庆京会面完之后，就随即接到了晨会的通知。好，那检察官在审判中再去问黄锦茂，不公开的原因是什么？黄锦茂说，公不公开是由市长室决定的。如果说明天什么时候要开一个不公开晨会，下指令下来，我的秘书就登不公开。好，检察官请继续。不好意思。那黄锦茂局长说，公不公开是由市长室决定的。所以如果明天什么时候要开个不公开的晨会，下指令下来，我的秘书就登不公开。但你有参加过不公开晨会，对吗？黄局长说，这个应该有参加，因为有登录。门是关起来的吗？黄锦茂说没有，只是没有公开给大家知道会议记录而已。这边记录金华城专案是什么意思？他说金华城从90几年到现在都在吵，所以4个专案没有错。到了109年2月25号，陈俊元传讯息跟朱雅虎说，周五市政府晨会，我问市长与副市长的秘书会议结论，当天只有市长的秘书回复我，副市长的没有回我。好，所以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2月20号当天前后的事情。在2月18号的时候，应晓薇、吴顺明、黄锦茂、彭振声有会面讨论宋延印这件事情。陈俊元传讯息跟朱雅虎说当天的情况，并且也提到说星期四11楼的沟通方案。到了2月20号礼拜四的时候，柯市长跟沈庆京密会了1个小时，然后朱雅虎就传讯息跟曾安慈说情况十分令老板满意，并且说沈庆京开完会呢，面带笑容走出来。2月20号的礼拜四当天下午1点到3点，1点33分的时候，黄锦茂在行事历的登载说，隔天要开不公开晨会讨论金华城专案。3点，黄锦茂就在局长室召开了晨会会前会。到了2月21号，隔天上午的9点，就是依照黄锦茂行事历的记载，市长室就召开了晨会，金华城专案不公开。然后在25号的时候，陈俊元跟朱雅虎说，周五市政府晨会，我问市长跟副市长秘书会议结论，只有市长的秘书回复我。所以我们从这前后左右的事件跟证据就可以发现，沈庆京他确实是在2月20号跟柯文哲市长陈情了金华城的案件。原因在于说，第一个，争取楼地板面积是威金集团的主要任务；第二个，其实前后左右的事情都跟金华城有关。在2月10号上午谈完之后，下午1点33分就定了隔天要开晨会，而且柯市长他从来都没有正面的说明过，到底2月20号当天在谈什么事情。当2月21号要开晨会，2月20号必然是在谈金华城的案件，不可能是在谈交女朋友，也不可能是在谈543。所以辩护人一直说，检察官起诉的证据只有沈庆京的满意微笑，把这些其他证据都遮起来不看，其实是一个掩耳盗铃的行为。好，那为什么厘清2月18号到21号这段时间的事情是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到柯市长他之后做决定时候的认知。2月24号，都发局写了一个签呈，这个签呈因为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带各位稍微把它看一下。这个签呈的主旨是讲说，行政诉讼要不要和解？签呈提到说，金华城不服北市府删掉了120-284，好，那目前正在针对这件事情诉讼当中。好，那金华城这边提出了和解初步条件是希望北市府跟他合议认定拆除之后还是保留原本的楼地板面积，因为这个诉求，这个诉之声明本来就是120-284嘛，所以他这个和解的条件其实就是希望北市府自己撤诉、自己承认败诉的意思好，那就提到刚刚所讲的2月18号，金华城有透过应晓薇跟吴顺明去拜会彭振声跟黄锦茂。好，那有提到说当时是提出一个研议的一个诉求。好，然后他也有讲到说，监察院的意见也没有认定说，在拆除改建之后，金华城还是可以保留这个120-284好，那最后一段是比较重要的地方。他说，金华城既然已经依照诉讼程序提出救济了，本府尚不宜与金华城和解，自行合议认定。如果本府没有其他任何理由，自行跟金华城合议回复120-284的平方公尺，可能无法说服社会大众。在都委会，本府的立场也会有反复的问题。所以本案既然已经在法院诉讼当中，建议仍应循诉讼程序解决，以避免导致外界争执本案图利金华城的争议。柯市长在3月10号的时候盖了速审速决。那柯市长自己本人也是在审判中有说，他知道我们没有要给金华城120-284的容积率。他说他当天下午有看到公文，我也是同意不给他120-284的容积率，我只是特别交代速审速决。所以柯市长确实有看到这一份公文
不过这个公文呢，其实在此之前还有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说，如果本府同意跟金华城进行和解啊，政策反复把本案提到都委会研议的话，可能会导致社会声浪批评本府图利金华城的疑虑。所以第一版的公文其实写说，如果你送研议可能会图利啊，结果这个公文被退了。第二版公文是写说，金华城目前拟透过诉讼和解，并提都委会研议的方式，争取 678.91% 的容积率，尚非本局同意。所以第二份公文是写说，我们不同意研议，都发局的立场不同意研议，又再被退了。这份公文的承办人张义轩呢，在侦查中说，他第一份签呈的意思是，当时北市府被告，所以不宜在诉讼终结之前开启研议这个都市计划的程序，因为诉讼的内容就是回复120-284楼地板面积，研议的内容也是要回复120-284，这是同一件事情。好，所以站在承办公务员的角度，他们都自始认为和解跟送研议是同一件事情，并且都可能会导致图利的争议。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诉讼解决。但是因为研议写到研议会图利，不同意研议，所以公文2度都被退回。3月10号便当会，好，那这个部分呢，各位法官都很清楚，所以当时殷晓薇提出了金华城容积的争议案，那当时市长的批示是说，有关金华城容积率疑义，请陈其人将诉求方案函送都发局，送到都委会去进行研议。不过这边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柯市长在当天便当会做出决定之前啊，他知道哪些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在105年9月就已经有手写文字说，他接到了朱雅虎、严俊泰还有其他地主的陈情。柯市长有提到说，这个案子事涉重大利益，所以他知道说很多人跟他陈情金华城案，这个案子涉及的利益是很庞大的。他也知道，因为涉及到庞大的利益，所以需要合法、合情、合理、谨慎处理。因为他在105年12月的时候，他又批示说，因为涉及到庞大的利益，所以跨蓝玉施压。如果要处理，合法最重要，此案注意处理。他也知道，如果一放手就会差100亿。他知道北市府金华城针对删除120-284正在诉讼当中，他也知道循诉讼解决是能够避免图利争议的方式。他也知道金华城拜会过他，彭振生拜会过黄锦茂来争取送研议，并且曾经开过会议来讨论。113年6月的时候，他也在传给黄珊珊的讯息当中提到，易小薇是小沈的人，所以他会知道当时的会议便当会当中，易小薇是在代表沈清清的利益进行一些陈情的。他知道北市府的立场并没有要给10284，但是柯市长依然裁示去送研议。为什么也要舍弃一个最能够杜绝争议的诉讼方式，选择一条更麻烦、更容易衍生争议的途径呢？辩护人说，还有柯市长也说，是依照公务员写的提报单，但是审判中我们有去跟北市府调阅啊，我们有去调阅说有没有3月10号便当会之前幕僚所写的提报单。北市府的函复结果是，本府并没有在这次座谈会之前幕僚出席讨论签到记录、讨论内容跟提报单等资料可供参阅，所以这次会议并不是依照提报单做出决定的，这完全是柯市长自己的决定啊。严邦瑞说呢，其实他认为3月10号就是一个跟我们之前决定矛盾的政策，让金华城在我们诉讼当中，却又让他们进到都委会是矛盾的地方。我没有弃守我的专业，这一切都是上面交下来的，从3月10号这个决议开始。辩护人说，你不给10284跟继续诉讼跟研议是没有矛盾的，但其实它是完全相同的诉求。如果一方面批示要用诉讼结果来处理，一方面又批示说要研议是否同意，那怎么会没有矛盾呢？如果今天法院跟行政机关针对同一件事情判断是不一样的时候，要以何者为准？要以法院的判断为准，还是以都委会的研议结果为准呢？既然北市府的底线是不给10284，直接回他就好了，为什么需要研议呢？除非市长或市府的历史是，你只要形式上面不是直接给10284，其他要怎么做都可以。但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为什么要帮金华城帮到这种程度呢？回顾过去99年到107年间，多次金华城公司都向北市府澄清，必须要把容积率认定为是560，但北市府一直到监察院纠正之后呢，才在107年都市计划做出认定，而且他认定560%之后呢，又删除了10284，并且驳回了金华城公司的诉愿。108年，金华城公司依照都计法24条去申请变更西部计划，并且当时北市府也不同意金华城所提出来的回馈金的公式。所以从108年以前从目前
既有的这些公文资料来看，北市府其实几乎从未同意过金华城公司的请求。结果到109年，沈庆金开始跟柯市长发牢骚之后，金华城所提的请求几乎是全部成功的。诉讼中案件，他请求送研议，成功了；请求都发局跟他一起协商一个补救措施，后来就确实研商出了一个方案是成功了；请求变更西部计划来争取容积奖励，这也是成功的。到了3月17号的时候，金华城公司他正式向北市府提出了陈情。当时陈情的函文呢，诉求就是希望柯市长可以尽速的召集都发局去研议可行恢复权利的措施。这个陈情函呢，经过了市长室的秘书盖了新章之后呢，转到了都发局。在3月20号的时候，这个陈情函送到了都发局。好，那检察官在侦查中有去问黄锦茂，我们这个是译文哦。检察官有问黄锦茂先生说，柯市长怎么交办你的？在辩论会当中，他说当然就是请彭正生副市长跟都发局要尽力去协助。好，那为什么你会感受到说市长希望你尽力协助？黄锦茂说，市长是在3月17号又有交办单。金华城这个是市长是亲自交办都发局来处理的。彭正生副市长也接到市长的指令，也让这个都委会能够研议通过，就是可以有那个容积奖励。那我们就当然就据以执行，就据以来办理。好，审判中检察官也问邵秀佩说，那为什么不等到行政诉讼之后再做处理？那邵秀佩当时的回答是说，市长下的决定，原则上公务员应该都会服从。那什么时候下的决定？3月10号的便当会。就在金华城陈情函在3月20号送达都发局的3天之后在3月23号，沈庆金就要朱雅虎找7个人捐款210万元给民众党。不过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行收会的部分，我们下午会再跟各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我这边先从时间序上面把它带过。3月24号跟26号之间朱雅虎跟张志成就找人头去捐了210万元。好，然后到4月1号的时候，朱雅虎就传讯息跟李文忠说，小沈十分小气捐210万弄成560，没有带来任何的困扰。4月1号传讯息完了5天之后，到了4月6号的时候，都发局呢针对刚刚所讲的那个陈情函就写了这份签呈，说希望可以送到都委会去进行研议。4月6号这一份签呈呢，有提到金华城在107年9月6号提起行政诉讼那市长有批示，在3月10号批示说不愿意和解。好，所以其实他再次重申了本案正在诉讼当中，那市府的立场是不愿意和解的。先前也有提到2月18号拜会的事情好，这个讲过了我们大家就跳过。好，那这边有去强调说呢，考量金华城公司呢持续透过议员陈情，你就前开允建楼地板面积是否为永久性，跟都市计划删除有没有不当的议题呢，送到都委会研议。所以这个签呈其实有说明是因为议员持续陈情呢，所以他才领送都委会去进行研议的。那市长本人是在4月15号盖章的不过从时间序上面来看他在盖章之前有收到一些资料，这个资料就是沈庆金他所提出来的说明版陈情书。这个陈情书呢，他的诉求依然是希望能够让北市府回复120-284。柯市长收到了这一份陈情书之后他就批示说给彭正生副市长，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原则很简单，公务员不坐牢 KO。 这个陈情信呢给彭正生副市长之后，彭正生副市长在109年这边写错了，109年4月14号交给都发局去研拟说帖。那都发局后来在4月15号的时候也确实研拟了这个说帖。这个说帖有一些重点这个说帖提到说，本府不愿意和解的立场，经过律师补充，本案是都市计划的争议呢，涉及到都市计划的变更，是由都委会用合议制的方式来决定，这个是属于都委会的委员专业审议的职权。好，那市府如果没有其他理由，不循诉讼的方式，自行跟金华城合议回复120-284，可能会无法说服社会大众，并且可能会引发外界争执本府图利金华城的疑虑。好，该公司呢已经在109年3月10号便当会决议那经过市长的决议要来陈情来送研议，所以后续呢依旧前开允建楼地板面积的规定议题提送本市都委会研议。所以他也说明说，之所以要去送研议呢，也是因为109年3月10号市长在便当会当中做出来的决定。好，那审判中检察官问一下彭正生副市长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陈情书彭正生当时回答说，我有叫审判人员写说帖，那他说这样做下去不好，会有图利之嫌。
好，所以辩护人说这个缩帖把和解跟研议当成是两件事情哦。但其实这个缩帖也强调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自行回复10284的话，会引发图利的争议，而询诉讼解决最能够避免争议。所以问题不只在于说可不可以送研议，研议是不是违法的，这个当然会是一个议题，但不只在于如此。问题其实在于说，如果明明就可以诉讼解决的时候，到底送研议的实意是什么？柯市长说是为了减送，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这是一个上百亿的案件，为什么要在涉及上百亿的案件去追求减送这个目的呢？109年5到8月间就形成了方案4不过这个部分因为比较琐碎，我们会在礼拜5在针对销售配的部分论告的时候去进行比较详尽的说明。在都委会109年5月21号765次会议当中，当时的会议的意见是说，请白仁德委员担任召集人，组成专案小组。那当时的会议当中有位委员3，针对这个研议的这个案件呢，他表示他的意见。他说什么？他说对于这个陈情案的理由，我觉得不是很充分，不能够希望我们这次委员会去改变上次委员会的决议。我觉得这个从程序上来说是不合适的。由于陈情单位依照现行的法定是有救济的方式，就是诉讼。本来你们就可以用诉讼作为救济的方式，让法院来综合非常多的意见，经过非常多的讨论来决定106年那次的会议决议合不合理。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根本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你要我们去变更106年的决议，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程序。所以我个人觉得，等到行政诉讼完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不过后来因为还是做出了决定嘛，所以在6月20号的时候就召开了专案小组会议。在这次会议当中呢，邵秀佩就提出了方案4的构想。不过这个细节我们之后再说。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在6月20号以后的7月16号，北高行就正式判决金华城公司败诉了。那都委会有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呢？都委会是有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所以在7月30号的那次7684次会议呢，虽然金华城公司提出了方案4认为说可以依照都基法24条去争取容积奖励，但是当时都委会的意见是认为专案小组之所以要去建议承行单位跟市府去研拟依法可行的适当补救方案，这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程序还在进行。那现在既然呢已经经过行政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之诉，就是判决金华城公司败诉了，市府应该不需要补救了。所以其实市府既然已经胜诉了，你就不需要去依照他所提的方案给予他补救10684的措施。那其实事情本来应该告一段落的，但是结果后来金华城还是在109年8月19号的时候正式申请要去变更西部计划。8月19号的西部计划的第一版草案长得是这个样子的。第一版草案呢，其实并没有本计划未规定事项的文字，它是直接写说直接准用都更容奖办法，并且在个别的容积奖励的项目它在修订说明当中都是写说参考都更容奖办法。然后8月19号都市规划科收到这个签呈之后他在9月2号的时候先写了一份公告公展的签呈。这个签呈呢，都市设计科李建辉就有表示意见，他说这个西部计划的草案所列举出来的奖励项目经过检视呢，都是一般性的都市原则，在通案是没有给容积奖励的，所以后续在都审执行会至案难行，要妥善处理。侦查中检察官问李建辉，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意见？他说就因为就是预见到可能会有今天被传讯的结果。这个都市计划草案所提的名目呢，如果是都更案或危老可以拿到容奖，但如果不是都更或危老就拿不到容奖。而且这些名目在不属于都更或危老的一般大型开发案就会去做，这其实呼应了林之宇说这些都是大部分建商可以做到的事情了，而且是拿不到容奖的。所以要用这种名目去要求容奖，究竟适不适合也要去检讨。那检察官进一步问说你认为金华城这个案件是自创容奖，意思是什么？他说容奖的法源依据比较常见的是都市更新危老还有土管那你如果要从都市更新或危老去取得容奖，就应该去走那边的程序。金华城这个案件并不是走都更的程序，但他在计划里面载明是参考都更的容奖，所以都市设计科会认为它是一个自创的容积奖励。好，那邵秀佩看到这样的意见之后呢，就在9月9号退文说，请先就3科意见进行研议。结果过了2天，9月11号，都市规划科再次上了一个签呈。这个签呈固然把刚刚李建辉的意见写在签呈里面，但是呢，他这边提出来的方案其实就是说，建议由金华城公司向都委会充分说明了，意思就是说，请公司自行跟都委会讲这样子。这个签呈一路盖章盖到9月15号的时候，在9月16号的时候，
柯市长跟沈庆金又再次见面了。那这次见面对于后续去推进公告公展的流程呢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所以我们花点时间稍微讲一下。这次见面呢，沈庆金这一方面跟柯文哲市长这一方面各自做了一些准备。在沈庆金这边呢，我们可以从朱雅虎在9月12号传给陈俊元的讯息看出来，他说下周三下午就是9月16号4点半，我跟总经理陪同主席到市长室，我们陪同先到市长室外备战。然后陈俊元侦查中说，那意思就是说星期三下午朱雅虎跟总经理要陪沈庆金去找柯文哲，那我4点出发，应该是要带资料去。然后审判中我们跟他确认说，这边讲的到底9月16号是要做什么事情，他说应该还是要去跟市政府说明陈情的内容跟都市计划变更的内容。那你当时在侦查中说，你会面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说明研议之后金华城提出修正后都市计划变更的内容是不是属实的？陈俊元说是这是我的认知，因为当时已经有研议了嘛，所以金华城提案也有一些调整。你准备的资料是不是这部分的资料？陈俊元也说是。那你交给谁？可能是在出发前交给沈庆金的司机，看他要不要用。北市府这边准备是什么？依照张家琪的证词，他说9月16号的时候，杨志胜有指示市长室，对不起，应该说杨志胜有跟他讲说，市长室要求提供一份金华城计划变更案的说帖，内容呢，还有经过严邦瑞、杨志胜反复确认之后，再交到局长室来回报市长室。定稿之后呢，杨科长有要我把电子档传一份给彭振生副市长办公室的检认正工程师叶家元。所以其实依照张家琪的证词啊，市长是有要求在当天提供一个金华城案的说帖，并且这个说帖呢，除了交到市长室之外，也有交给彭振生办公室的叶家元。我们从张家琪跟叶家元对话记录也可以看得出来，9月16号的中午12点06分，张家琪就传了这个说帖给了叶家元，那叶家元还有去进行一些标示跟划线。所以我们会知道说9月16号柯文哲沈庆金在会面当天，市长室跟副市长室都有以下这一份说帖。这份说帖的标题明确就讲说，金华城都计变更案109年9月16号都发局。说帖有讲到说，容积奖励项目呢，应该要符合公益性跟对价性等通案原则，并且依照都市计划法相关规定跟程序办理。本计划援引台北市都市更新容积奖励办法及都市更新建筑容积奖励办法。本局正在依照都计法第19条办理公告公开展览及提送都委会进行审议的事宜。那针对行政诉讼的部分呢，已经经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驳回了金华城公司的诉讼了。9月16号的时候，陈俊元就传了这些讯息给朱雅虎。在4点09分的时候，他说出发了，我在车上到了，进来了，开始谈了，出来了，谢谢主任，非常有效。陈俊元在侦查中说，当时就是因为要去回报柯文哲跟沈庆金的会面过程，才传这些讯息给朱雅虎的。因为朱雅虎知道这件事情，他就跟他回报。看起来是4点9分出发，4点18分到，4点24分沈庆金进去，开始沟通说明，到4点52分结束，我就回报状况给朱雅虎。当天晚上7点21分，黄锦茂在他的行事历登录，就隔天上午9点半处理金华城案。我们这边是单纯点出时间序而已。好，那后来这个签呈呢，黄锦茂是在9月18号先批示说，先函请申请者补充申请容奖的公益性、贡献度等。所以在9月21号，都发局就发了这个函文给金华城公司。这个函文有一定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可以体现当时都发局对于西部计划草案的一个看法。这个函文提到说，本案拟因都市计划法24条办理西部计划变更，在计划内增加容奖项目，赋予法律授权来源，查案指非属都市更新地区，贵公司所拟的容奖项目均引用都市更新建筑容积奖励办法的内容，应先厘清引用法律条文的适法性。好，所以其实都发局当时的立场是认为说，你不是都更地区，容奖项目却去引用都更容奖办法，是有适法性的疑虑的。同一天，都市规划科上签召开专家学者咨询会议。那这个专家学者咨询会议是在109年10月12号的时候召开的，当时的主持人就是邵秀佩。这次会议当中呢，专家委员们提出一些他们的意见。那都市设计他们先表示意见，他说，并没有这些相关的容奖的条件并没有提供额外的容积奖励，针对其他的案件并且相关申请项目呢，应该是现行新建建物所应尽的义务事项。
都市更新法源申请的奖励项目啊，是由都市更新审议核实给予，所以适宜性请申请单位再行斟酌。都市更新诉说，这个法源之所以援引都更条例这个法源呢，是为了鼓励都市更新老旧建物改建，但本案并不是都市更新案件，所以计划草案可不可以引用这些更新的法源是有疑义的。刘玉山委员说，本案不是都市更新案件，法院不宜引用都更容奖办法，该法仅为参考性质。徐国生委员说，本案不是都市更新地区，但引用都更容奖办法争取容奖，可是都市更新容奖办法是依照都更条例第65条规定的，而且必须要有助于都市更新事业的实施等因素，所以本案容奖的适法性要再厘清。林世洲委员说呢，法源部分本案不是都市更新，容奖比例跟额度不宜引用都更容奖办法，而且都市更新规范的应尽义务是相对宽松的。那本案申请容奖的目的跟都更核给容奖的目的不符，两者应尽义务事项也不是对价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专家委员们很多都表示了反对意见。那金华城公司在这次会议当中怎么回复的？他说，金华城公司呢需要更换建筑物使用的情形哦，所以我们引用都更的精神，我们使用了都更条例的相关奖励。会议结论其实也说，本案申请奖励需提供的义务部分啊，都是提升申请基地建筑物的设计或设备，周围的环境的公益性跟贡献度是相对不足的，请加强对基地外部具体贡献的作为跟项目。好，柯市长说，他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去指示金华城什么事情哦，他绝对没有指示市长室的秘书去对公务员做金华城案有关的指示，因为他根本没有管本案，也不知道说进行的情况是怎么样，当然不可能有指示。我们侦查中为了去确认柯市长到底有没有指示，我们有跟北市府去函调资料，在9月9号的时候，当时我们跟北市府函调资料是市长室列管案件跟 PM 制度追踪跟解列管理系统资料或邮件。北市府在9月13号的时候函复给我们地检署，跟我们说他们有提供市长室档案伺服器的备份档，并且他有续明这个是104年到111年间市长室档案伺服器内相关的资料，所以并不是像辩护人所说是来路不明的资料，这个是北市府提供的资料，里面就有这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说呢，柯市长贴了一个黄纸条，说土棚户金华城对容积率应该死心了，只希望行政流程加速，让他们早日完工就可以了。这个文件呢是在109年10月26号存档到伺服器当中的。检察官在审判中有去问柯市长，问他说是不是您写的？柯市长那时候说法是说对，他当时看一看设计图完成了，应该是搞定了，那容积率应该死心了，图都画好了，所以就行政给他帮忙，就这样子而已。我们也有跟沈清清确认说这个设计图有没有看过，他也说有。那文字是不是你写的？那沈先生也说应该是我的字。洪正生副市长也说他有看过这个，他只是告诉我有这个示意图，他已经放弃了，然后行政加速，我以为是建造赶快给他核准，然后给他盖起来。所以柯市长他确实有对本案进行指示啊。第一个是沈清清他注记的设计图有送到柯文哲市长的手上，而且沈清清或者是新华城公司都曾经跟柯文哲市长表达对他们对容积率的意见，所以柯文哲市长在10月26号以前曾经指示过彭正生加速行政流程，让金华城早日完工。在10月17号，都发局就上了这个公告公展的签呈，这个签呈呢有提到，该公司要拆除原本的就是金华城购物中心，变成是商办，所以为了确保原本已经申请执照的楼地板面积，才提出用都计法24条去修订本案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定，来增列容奖的项目。所以这个签呈讲得很明确，金华城公司是为了确保原本的楼地板面积120,284，才用都计法24条去增列容积奖励的项目的。签呈也提到说，但是本案呢已经经过行政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之诉了，针对120,284的部分，所以市府是不需要予以补救的。所以他其实也提醒说，行政法院已经判决市府胜诉，不需要补救。这个签呈还写到说，这个西部计划案当中有关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设计等奖励容积本计划未规定的事项，准用都更容奖办法的规定来办理。所以其实柯市长说他不会看公文的附件，但是公文的主旨、说明、领办都会仔细的读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其实就是这个公文的主旨、说明跟领办。所以柯市长应该是要读过的。在
这个签呈上面也有贴李德全的黄色便利贴说为了公平执行容积奖励跟移转呢，应该依照土管条例等既有权势一致性的规定。好，那这个公文在送呈的过程呢，有发生一些插曲就杨志胜说，局长是通知市长室所有案件在追，公文已经被李德全退到承办科这边了，是我重新再带过去，有跟李德全副秘书长就是主张容积奖励针对那个李德全主张容积奖励要依土管这个部分呢，跟李德全做一个说明这样子，然后还有市长是有通知吴顺明在楼下等这份公文的签呈。好，那这个签呈呢也有附专家学者咨询会议的记录，所以我刚刚讲那一连串的专家学者的反对意见呢，也就连同了这一份会议记录呢，以及这份签呈呢，都摆在了市长的桌上。所以纵使你不看附件你单纯看公文本身，也会知道本案是金华城公司依照都计法24条去申请变更西部计划，而且目的呢，就是为了去确保原本的12028楼地板面积，来增列容积奖励的项目，而且删除楼地板面积的诉讼，北市府已经胜诉了，所以是不需要补救的。容奖的项目呢，未规定事项是准用都更容奖办法。李德全也主张应该要依照土管条例等权势一致性的规定，才会利于公平执行。好，所以从这些签呈里面所提到的内容，就会知道本案是12028的变形，并且是参考都更，可能会有公平性的问题。柯市长在做出决定以前呢，他还知道哪些事情？之前有讲到了，他在105年就做了很多的批示了，所以他一定会知道金华城涉及到庞大的利益，应该要合法处理。在1年前108年的时候，金华城也依照都计法有申请变更过西部计划，当时就有一些负面的报道，议员也就批评独立财团，市长是有在会议的时候讨论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苗博雅在109年6月的时候有去质询过金华城案是研议是不透明的。第四件事情就是林周明在106年的8月有跟柯市长说金华城是不符合都更要件的。第五件事情是106年到107年间，柯市长多次的参加都市更新论坛，知道金华城没有达到都更的年限，而且都更容奖会涉及到土地财团的问题。第六件事情是市长在103年7月的市政白皮书有质疑说，需要都市更新的地区没有人闻问，那些并非急需更新的住宅居然可以申请都更的容奖，都更条例已经寿终正寝。并且他也知道本案是唯一一个给他决刑的都市计划的案件，所以他也知道说金华城其实并没有真的死心，这个西部计划还是在争取容积奖励。所以检方并不是要主张柯市长是都市计划的专业，但他第一个知道议员、媒体、社会大众都关注这个案件，他知道本案涉及到庞大的利益，是烫手山芋，他知道金华城不是都更地区，他知道滥给都更容奖会引发公平性跟土地的争议，他知道本案是为了确保12028才以西部计划增列容奖，他知道本府已经胜诉了，不需要给予补救，他也知道李德全认为应该要依照一致性的规定给予容奖，他也知道这是唯一一件曾给他决刑的都市计划的案件，他同时知道金华城希望加速行政流程早日完工，所以柯市长还是盖了这个章。柯市长一直说因为前面秘书长、副市长都盖章了，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没有想太多就盖章了。可是问题在于说，争议这么大的案件，为什么没有想太多呢？站在公务员的角度，他们的观察是什么？严方瑞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当时的氛围并没有不让金华城公展的选项。我们已经表明在诉讼当中不应该再做决定了，要等到诉讼之后再决定。但都委会并没有采我们的意见，把原本要回复10284的诉求转成是允许金华城用都计法24条来申请容积奖励。都发局担任初审单位，要依照法规做审查，但本案金华城府级长官柯文哲市长、彭正生副市长、应小薇议员的影响力，会表示叫我们尽快处理，变成我们审议的强度会降低，一定要公展，本案并无不公展的选项。所以其实他有明确提到，当时的氛围就是市长、副市长、议员的影响力必须要让他们尽快的去处理公展这件事情。下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彭正生副市长没有自己决刑，却上呈给柯市长决刑呢？彭副市长和侦查中的说法是，我认为不是法，不是法的地方是不符合规定，需要来用，所以我不用我的假章来决刑，让柯市长来决定。我有疑虑，所以没有决，所以给最高长官来决定。如果这个案件在我这边决刑，我会退回都发局，不会送公展。好，市长说他要加速行政流程，到底有没有加速？是有的，而且快了10倍。这个10倍不是一个夸饰或虚数这个10倍是其来有自的。因为邵秀佩说在时效上面快很多，
他说，印象中针对南港轮胎的工厂的案件呢，在局内的阶段都有半年到1年以上的时间，才会觉得案件可以到公开的展览的程度。好，我们例子呢，比如说南港轮胎案或中泰宾馆案呢，他们也依照都计法24条另外提出荣奖的申请，他们都历时10年以上，不可能这么快速。如果都发局收案的时候有时间跟空间可以妥适合理的审查，发现有不合理或违法的地方，都发局就会请他们修正或退回，不会让这个案件这么快速公展并进到都委会当中。那10年到底怎么算的？邵秀佩审判中是说呢，他印象中这位南港轮胎的案件呢，是99年公告，他在89年进到都发局的时候已经在讨论了，所以到99年公告呢，应该有10年左右的时间。那中泰宾馆的案件呢，他看到文献是在84年台北市商业区通盘检讨的时候有提到，公告时间呢，应该也是在90几年之后，所以大概也都是有可能将近10年或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相比之下呢，金华城是在109年8月19号的时候提出申请，然后呢，在隔年的109年的9月9号决议通过，然后11月1号的时候正式公告，所以其实大概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跟前面这2个案件比起来的时间上面真的是差了差不多10倍。被告跟辩护人辩称说，你公告公展本来就是为了去听取各方意见啊，我同意公告公展的功能确实是要去听取各方的意见，但这样的说法是在模糊焦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依照都计法19条的规定，还有都市计划法28条的规定，主要计划跟细部计划拟定之后，就应该要送到都委会去进行审议。换句话说，公开展览是都委会审议前的必经程序，也是都委会审议前的最后一关。但这不代表着在签呈盖章的意义就在于公开展览，重点在于说，在公开展览的签呈盖章之后，等到公展期限完成之后，就会送到都委会进行审议。所以意义在于说，北市府或者是市政府已经认可了这个细部计划的拟定，可以达到送都委会审议的阶段，这才是盖这个章的一个真实的意义。如果像辩护人所说的，只是要收集意见，那其实所有的人民申请案都可以去公开展览啊。109年11月11号，市长是正式觉醒。那后来针对10月24号就召开都委会7755次会议。不过这部分因为是涉及到下一个段落，我们是不是就下午再继续？好，现在时间是12点37分，我们转译暂停，后来公开播送也暂停。